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读书。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夕阳无限好，必须近黄昏呐。一般人都是讲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因为这一句诗呢，是出自唐代的诗人李商隐的《乐游原》里面写的。那原诗是这样写啊：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那这个向晚呢，就是傍晚的意思啦。意不适啊，就是心情不好啦的意思啦。那向晚意不适啊，就是傍晚的时候啊，我的心情啊很不好啊。那驱车登古原啊，这个古原就是乐游原的意思啦。那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整句诗的意思是说，我在傍晚的时候啊，心情很不好，很不开心，就驾着车呢，登上了京都长安城的乐游原呐。那看着美丽的夕阳啊，心中忍不住感叹呐，感叹黄昏的夕阳真是无限的绚烂跟美好，让人惊艳万分呐。但是呢，很可惜，已经接近黄昏了啦，不久就要被那个夜幕所笼罩啊。那最后一句只是近黄昏啊，其实意思就是可惜近黄昏啊的意思啊。也就是一方面赞扬夕阳的美好，另一方面呢又指出它即将消逝，因此呢有一种美中不足的遗憾呐。那李商隐是因为他仕途不顺啊，很不得志，那他的总体的这个情感的基调就是仕途不得已的。那在这样子的心灰意冷、心情不好的情况下，连登个古原啊，看个夕阳啊，散一下心啊，都会生出无限的感慨啊，感慨自己呢曾经有过美好的仕途就像夕阳一样啊，虽然美好，可惜呢近黄昏。那在这样子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诗句，免不了会带着感伤嘛，就跟有些人一样啊，求职路上啊不顺利啊，常常换工作啦、换公司啦。那在这样职场不顺的情况下呢，他的思维跟语言也是会带着发牢骚的心态所以他的嘴巴经常会说，会脱口而出的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啊。”或者是哎呀，东家不打打西家啦，都是这种感伤或者发牢骚的语言呐。那我就有碰到这样的人凡夫会发牢骚，圣人也是会发牢骚啦。孔子在他的《论语》里面也是有他发牢骚的话那因为孔子所处的那个春秋时代呢，是个非常乱的时代是乱世啊。臣杀君啊，子杀父啦，杀来杀去啦，没有天理也没有伦理的更不可能讲道理的。那孔子那个时候呢，他想推动什么？他想推动正道，让天下太平，但是没有人理他于是呢，孔子就有了很深的感慨啊。所以《论语》里面有一些是孔子发牢骚的话，我们不能把它当真举个例子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还有一句：“道不行，臣服浮于海啊。”听起来好像是孔子要去隐居山林有些遁世的这个思想，其实不是啦，这些都是发牢骚的话啦。很多人在无奈的时候，也会讲一些发牢骚的话差就差在我们凡夫是透过发牢骚呢，在发泄情绪这个是于事无补啦，也没有什么作用。但是高深大德呢，他们偶尔也会发牢骚但是这种牢骚话呢，对学生是一种提醒跟教诫，也是师父在教化弟子就像说正言上人也会有
有感而发的时候啊，他也会说啊，有缘者远在他方亦觉啊，无缘者近在眼前啊，不知。这个是在感叹什么？台湾话讲金묘起行呐，不懂得珍惜的啊。又说啊，贴身弟子不贴心，贴心弟子在他方啊。哦，这个圣人的牢骚话是警示真言呐。那诗人的牢骚话呢，更有他的文学造诣哦。诗词很美啊，所以这些话都是可以什么历久弥新呐。历久不衰啊！因此呢，李商隐这首最负盛名的五言绝句啊，能流传千古啊，自然有它的魅力啊。最让人喜爱的就是后面这两句嘛：“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因为它是描述了很多人的心境跟心声呐。当我们陷入人生的坎坷跟低潮的时候呢，会忍不住而感慨啊。那这个时候低落的心情就好像是夕阳余晖啊，感觉好像看不到希望啊。加上呢，身历其境啊，身处黄昏的这个触景生情啊，那多愁善感更会油然而生哦。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不过呢，这也是跟看夕阳的人的心境是息息相关哦。一般人看夕阳哦，大多都只是欣赏它的美丽嘛。很难说去生出说，哎呀，美则美矣，转瞬即逝啊的感叹呐。面对同一件美好的事物呢，不只是不同人的心境不一样啊，连同一个人昨天看到的黄昏，跟今天看到的感受也有可能不一样哦。昨天看到晚霞还欢天喜地呀，今天看到却哀天怨地呀。其实晚霞还是晚霞，黄昏还是黄昏啊，但看的人心境呢，起起伏伏，反反复复啊，造成有人会说可惜近黄昏呐，有人却说必须近黄昏呐，这个现象都是什么？物是人非啦，变的不是外境，而是看的人的心境，心在变，不是外境在变啊。那既然夕阳是无限美好，那我们想看到的话，就必须近黄昏啊。对，不近黄昏怎么会看到夕阳呢？跟晚霞呢？所以才说必须近黄昏嘛，何来可惜之有呢？对不对？那这样心念一转呢，心态变得比较积极跟阳光了嘛。那李商隐是因为意不适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跑去登这个古言善心的嘛。那结果更糟啊，更糟糕啊！越善心，心情越是低落啊。连看个美好的夕阳，都能生出哎呀，美虽然美啦，但却也会瞬间即逝啊，这种的感伤啊。其实这又何必呢？不过这个也印证我们读书会常常讲的一个道理哦，就是心情不好不是靠善心，而是靠调心道理在此嘛。不过善心不能说不好啦，也不能说不对啦，而是没有对症效药而不究竟啦，没有根本解决啦。解决之道就是从心下手所以才说调心嘛。对一个人或一件事产生烦恼或不开心的，不是这个人或这件事让我们烦恼不开心而是我们对这个人跟这件事情的看法跟想法有关这就是思想跟观念嘛。所以心无正念则易起悲观那悲观的人则难起正念同理心存正念则易起乐观乐观的人则易起正念彼此是互为因果。其实把黄昏用来譬喻人生到了风烛残年，逐渐迈向衰老跟死亡，也是痛然而人不是到老了才会进黄昏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已经接近黄昏跟夕阳了，陷入黑暗跟绝望从此看不到阳光举个例子，陈宝莲29岁走了，
张雨生31岁走了，高以翔35岁走了，艾诚40岁走了，朱丽静40岁走了，刘真44岁走了，李玟48岁走了，罗佩莹59岁走了，还有我的好朋友英业达电子的温副董跟进马桶的那个唐志荣，都是我们的好朋友，都是50几岁就走了，等等啊，竹繁不及备载了，还有很多是这种的，还没有老就进黄昏的啦，所以才说棺材不是装老人的，是装死人的。人总是有忘不了的昨天呢，忙不完的今天呢，跟想不到的明天呢，最后无常一来，也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呢，这就是人生呐，就是须臾变灭现无常啊，须臾就是很短的时间的意思啦，须臾变灭现无常啊，所以人生就好像是天气虽然可以预料啦，但却往往是出乎意料啦，所以活着的时候就要好好照顾自己，要懂得善待自己。我们留给子孙最好的礼物就是什么？我们的健康啊！这个健康不单只指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更是重要啊！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其实这个也算是一种责任当爸爸妈妈的责任啊，当长辈的责任年轻人当然是一样，也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也是他的责任嘛。那这叫做自我管理，叫做责任管理的。每个人要把自己的责任管理好那黄昏象征着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刻嘛，光辉逐渐消退啦，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了啦。同理，人生到了晚年的黄昏阶段，也是会体力逐渐的衰退啊，精力也是大不如前啊。然而，如果人老心不老老当益壮啊，生病心不病，心灵照顾得很好，而且呢，把了生脱死的功课也有所准备啊。这样子的话呢，虽处日光渐暗的黄昏，依然能看到美丽的晚霞，也能看到万家灯火，而天空点点的繁星也准备开始要闪烁了。这一种准备日落而息的愉悦的心情必须靠近黄昏才会有啦。所以我们的主题才会说夕阳无限好，必须近黄昏。那这样子的心态就是充满了期待跟希望嘛。如果心情是夕阳无限好，哎呦，可惜近黄昏啊，那这样就麻烦了这是无奈跟感伤，对我们没有好处啦。所以心念不同，所看事情的角度跟结果也会大不相同啊。这就是佛法讲的什么一念心转，万境转的道理啦。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句诗是通过对比来表达一种复杂的情感在肯定美好的同时呢，也意识到它有短暂性也因为有这种的短暂性呢，才会是它美丽的一部分因为珍贵不容易看到，不容易得到因此我们要把握它，珍惜它。那要这样，就要把它改句，把这句改成夕阳无限好，必须近黄昏或者是夕阳无限好，正是近黄昏把这个句子这样子一改，由本来的消极心态转换到正面的积极心态，意境跟心境就截然不同的啦。过去一些劳力密集的产业都被认为是，这个是夕阳工业啦。其实没有夕阳工业啦，只有夕阳观念虽然某些产业可能因为技术层面或者市场变化而面临挑战就像36年前我开始感觉劳力密集的制业在台湾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了，必须外移所以在泰国跟中国考察过后呢，我最后选择在马来西亚。那时候我算是台湾企业外移的算是第一批的啦。后来马来西亚面临劳力短缺
一些台商又转去中国了。现在中国也是面临沿海省份的外来移工啊，纷纷回到自己的内地家乡工作啦，因为那边的工资比较便宜啊，都移到那边去了啊，造成沿海这个地区呢劳力短缺嘛，工资上涨，已经失去优势了，所以一些外国投资者又跑去越南了啊，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了哦。那这样看来，并没有所谓的夕阳工业啊，对，即使有，也是自己有夕阳观念的啊。这个就好像说，景气好有人倒，景气差有人赚，不怕不景气，只怕不争气，不怕没生意，只怕没创意啊。所以事在人为啊，就看你的心态是可惜近黄昏，还是必须近黄昏。因为什么样的心态决定什么样的人生啊，什么样的心念决定什么样的命运。任何行业都需要透过创新来保持竞争力啊，才有办法永续经营啊。有些人观念是非常的迂腐哦，铁板一块啊。就如佛陀说舍利弗了，此人心坚不可移转啊，世事心坚不可动也。此人就是指舍利弗啦，意思就是说，舍利弗啊，你虽然道心很坚固，但个性很坚硬呐。你的个性固执到不可移转，也不能动摇啊。佛陀是这样讲舍利弗的哦，其实就好像在讲我们一样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凡夫未成佛之前，人人都有的什么余习未尽呢？那智慧第一的舍利弗都会这样了，何况习气生动的我们呢？是吗？对，总而言之呢，夕阳不是行业的宿命，而是思维的禁锢啊。如果我们能够与时俱进啊，用创新的思维跟改良的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那这样原本被认为是夕阳的产业，也会有创新跟发展的机会啊。这个叫做什么？企业转型啊。那产业的永续是如此哦，慧命的永续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啊，甚至工作跟生活常常会碰到瓶颈、压力啊等等啊。其实根本的原因是观念早就碰到瓶颈的啦，瓶颈才会产生压力，不是吗？对，血压高啊，就是那个血管缩小了，对，观念没有开通啊，那观念转不过来，而自己团转啊，这个叫做自转。如果是一个团队啊，整个团队固步自封，思想守旧，闭门造车哦，然后扬善嘛扬过头，隐恶嘛隐过头，只会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呢互相取暖，那这样大家就很容易一起团转，这个叫做公转哦。有一些人则是自己很会发愿，永不退转哦，但做起事来却让大家团转了。那我们也只能劝那些被影响的人啊，你要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人不转心转。那心人这样转，即使虽处夕阳啊，心中想到的还是美丽的夕阳余晖啊，并且呢，期待即将来临的宁静黑夜很期待啊，也充满了希望啊。那这个也是很美的境界啊。好，我们言归正传了，现在来让各位看下面几张相片。好，这个是我最近在飞机上拍的了，也是正值黄昏时刻了。我先拍蓝色系列的这几张，各位看看，这个蓝色系列的嘛，那3分钟之后我再拍一样的天空，已经变成橘红色系的这2张了，才差几分钟而已哦，景象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稍纵即逝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跟事实，我们必须接受。面对现实嘛，更要把握，甚至对它的必然性，我们也必须给予肯定啊，而不是一直无奈跟感伤啊。正因为有黄昏的存在，
夕阳跟晚霞的美才能够呈现出来啊。同理啊，就因为有逆境的存在啊，才能让我们逆流而上，而激起美丽的浪花。铁树开花，惊鸿一瞥的道理也是一样，这是表达了对美好事物的短暂性跟珍贵性的感叹。但是铁树开花是更强调美好事物出现的难得跟瞬间的惊鸿一瞥啊，这个情感上的是偏向于惊艳跟珍惜啊。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则是对美好事物即将消逝的感叹跟惋惜。两句话在情感上各有偏重啦，但是意义是相似的啦。有一些句子也是同样在描写美好事物消逝前的短暂跟珍贵哦。例如大家都有念过了哈，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句话是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美好，因为稍纵即逝，所以要把握当下，把握因缘还有一句，不经一夜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啊？这句话大家朗朗上口了这比喻什么？唯有面对现实，接受艰难跟困苦的这个试炼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成功那一般人以为一年之中春天开的春花最美没想到在诗人的这个笔锋下面呢，落花也是有无限的凄美，很美得让人难忘让人感叹举个例子，清朝诗人叫做龚自珍他说呢，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意思是说，枝头上的那个凋谢的花儿呢，绝对不是无情之物哦。因为花开之时呢，他们把美献给我们，但是花谢之后呢，它却化为春泥咯，当作肥料牺牲了自己但是培育着更多含苞待放的花儿所以花开有花开的意境花落也有花落的意境都很美就好像一般人讲的花开见佛其实花落也见佛啦，不只是花开啦，条件是你自己心中必须先有佛，才能花开花落都见佛，开门关门也见佛唐朝的这个龙牙居顿禅师呢，也有一首诗写这样，他是这样写朝看花开满树红暮看花落树还空朝就是早上了，暮就是晚上嘛，对不对早上才看到花开一时缤纷满树都是灿烂的红花晚上再看呢，红花已经凋谢了，美景不在了啦，空余一树的枯枝意思是这样子啦。那这些诗词呢，都是在形容大自然的变化无穷跟世事的无常以前有一个秀才呢，他清明节回家祭拜祖坟的时候呢，偶然间遇到村庄上一位美若天仙的姑娘他内心非常的欢喜，又不好意思直接表达出来第二年清明节呢，他又回家乡呢扫墓这次他希望在村庄上能够重新邂逅到那位姑娘，再跟她表达他的爱意可是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后来打听之下，原来这个姑娘已经香消玉殒的啦。这位秀才呢就很感慨的做了一首诗他写：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个诗做得很美但是他也在警惕我们警惕什么？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其实老来方学道也算是不错啦，至少活到老还能学到老，对不是吗？如果是老了还不学到，那个就比较麻烦了这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老而不休，叫做老不休对。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很年轻啊，青春美丽又健康啊，这些都是不可长久依赖的啦。所以若将花比人间事啊，花与人间事一同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用花来比喻人生啊，花的朝开暮谢是无常啊，人的有生有死也是无常，所以人跟花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些智者跟觉者啊，或高僧大德啊，他们精通法要啊，所以悟性都很高啊。看到一片落叶飘下来呢，他就能阐述一段人生的大道理啊。那这个就是什么？花与人间事一同啊，意思指这个啦。世间没有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成住坏空，不是吗？这个宇宙有这个成住坏空嘛，那也没有独有的东西哦，因为一切都要仰赖因缘才能够存在啊。缘生就有，缘灭就没有了叫做法不孤起，藏尽方生也就是缘聚则成，缘散则灭。因此，我们都要珍惜目前所拥有的大小因缘有一句古话这样子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那这句话是在表达什么呢？事情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呢，必然会朝向相反的方向去转变哦。事情到达极致的时候呢，往往也意味着衰退的开始就好像夕阳这么美，美极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即将夜幕低垂那水满则溢的这个水满呢看来是哇丰满的啦，圆满的啦，满足的啦，但因为太满了，所以容易怎么样溢出来所以水满则溢的道理是象征着事物达到极限的时候呢，不可避免的就会发生变化或损失。所以凡事都要适可而止，过犹不及都不好啦。最好是保持中庸之道啦，不要追求极端的圆满或过度的享受跟满足或者呢要求十全十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很可能物极必反会导致不利的结果啦。我们读书会里面呢，光是这个适可而止跟中庸之道这两句话不知道提了多少次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哲理跟核心价值那高处不胜寒这句话跟夕阳无限好也有意义相似之处虽然位高权重会让人享受到权力的滋味但这也伴随着孤独跟危险因为如果你的心态是认为自己处在高处，只要稍一不慎，就会自视甚高而目中无人人家当然不敢亲近你啦。即使有人要亲近你，也是有利害关系的人而你自己如果不够谦卑的话，也很可能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样你就等着做孤家跟寡人的啦那乐极生悲跟否极泰来的道理也是一样这两句话的道理刚好相反乐极生悲是表达的当快乐到极致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伤悲那否极泰来是什么？表达在逆境中也可能迎来转机所以处在困境还是要有乐观的心态尤其跌入谷底呢，那更是好事一桩因为再坏也不过如此已经到底了不是吗？只能够往上爬世间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啦，花开花谢或一阵狂风扫过树断花落都可以让我们体悟人生的无常一个强烈的地震或者山崩海啸更是今世的灾难要有警示的觉悟无常看起来好像让人很绝望但也并非全然的让人可怕嘞。例如一个大灾难造成天人永隔对我们是当头棒喝呢，也绝对是刻骨铭心呢，可以唤醒我们迷迷茫茫醉生梦死的人生呢。
一个大无常，让我们经历家破人亡跟生离死别的痛苦啊。所以，因为有无常，世间才会有进步。因为有无常，凡夫只要能借势练心，经过努力，也可以成佛。因此，无常对我们来说不是绝望哦，而是充满了希望哦。我们更要清楚一个道理啊，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我跟无常之上啊，那佛法就没什么好修的了。要有这些条件，你才能够修啊！我不是说我们常讲嘛，修行都要带3分苦嘛，对不对？以苦为师嘛，没有苦就很难修了啊。何况不只是苦而已哦，还有空，还有无常，还有无我。那刚刚我们前面提的都跟花有关呐。花不但可以表达个人的情感或者家国的那种感叹啊，也可以是哲学的思辨。明朝的理学家王阳明啊，我们读书会也是经常提起嘛，对啊，他虽然是倡导这个知行合一的思想啊，但他也有很多关于花的名句哦，啊，在他的这个传习录里面有说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极呀。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王阳明跟朋友一起去出外游玩呐，那朋友看到山崖内有一株花树，就问王阳明呐：“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啊，那眼前这棵花在山间自开自落，自生自灭，难道你的心可以控制它吗？”王阳明就说了，刚刚上面那句话啦，刚刚那句话就王阳明说，面对这个情况说的意思是说，花开花落本属自然，能否动摇我们的，却是由我们内心所决定的啦。因此，当我们看到这朵花时，这朵花已经走进我们的意识里面了，所以对我们而言，此花已经存在了。相反的，当我们没有看见此花时，此花便存在我们的意识之外，是我们不知道的，那就是不存在的啦。简而言之啦，就是意识决定的存在。那万物皆源于内心嘛，世界的存在、发展、变化都是内心想象的结果嘛。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自己内心所投射的啊，这就是一切唯心造的道理嘛。就好像无门会开啊，这位禅师啊，叫做无门会开啊，智慧的慧啊，这位禅师所写的诗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啊，便是人间好时节啊。这个诗句都非常的美，意思是说，一年四季各有美好的景致啦。如何去感受这四季的变化呢？都在于个人的内心的意识啦。也就是说，你心中有阳光，到哪里都是风光明媚；你内心是晦暗一片，到哪里都是暗淡无光啦。同样写花开花落，这么多诗人各有各的体会哦。有的感到哀伤的啊，有的是积极进取的啊，对不对？花花世界看起来大自然的美景，却也充满着文学的、感情的、哲学的意境哦。春花秋月，有人视而不见，有人见了如在梦中啊。有些人则感伤或哀怨其中啊。因此，要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还是要夕阳无限好，必须近黄昏。一个是感伤、无奈、惋惜，一个是积极、进取、乐观。只有自情自信跟赤子之心的人呢，才能体会到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的意境呢，也才见得到花开花落都是美，明月暗月都是美，艳阳夕阳都是美啦。因为近似于说，心美
则看什么都美。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夕阳无限好，必须近黄昏就分享到这里啊！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也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